们前往了特别的地方，它叫做漠河，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底下的一个县，它叫做中国最北的县啊，人口呢只有8万多人。你说8万多人啊，很多了。我告诉你，8万多人在欧洲算多，其实在中国呢算是非常少的哦。很特别，中国最北的村庄，旅游事业呢这几年才开始发展了起来。旧名呢叫做大草甸子村啊，在北纬53度哦，北纬53度哦。我其实讲真的啦，它其实还没进入北极圈呐啊，北极圈不是北纬53度，还要更高哈。那号称中国最北的北极村就在这个地方哦，在这里呢，被称为北极村呢，当然因为它已经非常接近北极的纬度了哦。它东边跟塔尔县接壤，西边跟内蒙古的额尔古纳交接。内蒙的额尔古纳主旗，跟这个地方交接，而它隔了一条江呢，就跟俄罗斯呢就在它的对面哦。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要说它叫北极村了，你也知道，那同属在它边境的国家呢，跟城市呢，也就非常非常的冷了哦。天气非常的严寒，常年温度都是低的。冬季你知道吗？冬天它最冷可以冷到零下40度哦，也是全中国气温最低的一个县市哦。所以你就知道啦，你觉得呢？中国有多大了啊？可以大到这么大啊，不简单啊！它曾经在历史上的记录呢，冬季的气温呢达到了零下52度哦，非常不可思议哦，非常不可思议哦。平均年温度0度以下的日子呢，达到了有1年当中12个月，0度以下的气温呢，竟然有8个月，那你就知道它的气温有多棒了哈，有多棒了。所以呢，来到这的时候呢，你嘛是爱请一下长啊哈。哇，我自己也是在出发之前呢，又是有一点兴奋莫名的地方哦。中国东北的漠河，希望这一趟的漠河之旅呢，能够让大家开开眼界，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最北边的北极城市。我们现在来到了北极村。看到了没？中国北方最北方的城市啊，最北方的城市，也是最北方的邮局。我告诉你，这全部摆在这个地方呢，都是中国最北的啦啊！它叫北极村，我们把它换了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北极圈的城市吗 ？No，
北极圈的城市指的纬度其实是北纬66度里面的一个假想圈域，是北寒地带与北温带的分界线，其实它还不到哦，它还不到。但是因为它太靠近了，它也变成了最大特色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把这里呢叫做中国的北极村哦。为什么？其实基本上呢，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格陵兰、北欧、俄罗斯，在北极圈里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啊，还有育空领地等等呢，都是属于这个地方哦。但是你说这里可不可以看到极光？其实极光发展在北极的纬度进入这个北纬纬度呢66度内，你一定可以看得到啊。其实北极光很多地方在很北边的地方其实都看得到，只是天候状况有没有发生的频率那么长而已。我们现在进来了中国最北方的中国邮政什么都感觉很刺激吧，什么都感觉很新鲜吧。中国不是欧洲中国我们在漠河的北极村你说这个地方呢，3月份来有没有下雪？当然了，3月份来还下着雪但是呢，很多人常讲来这个地方看北极光，我刚刚前面有讲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观赏到稀有的北极光吗？或者是就像进入北欧的，你知道吗？北欧跟阿拉斯加有一个极昼的现象，就是在每年6月的第3个礼拜有一个仲夏节，当天的太阳是不下山的。很多人呢在这个地方呢创造了一个北极极光节盛大的展览，但是呢，事实上其实你根本就看不到北极光，它根本就没有进入北极的纬度。所以很多人说那是骗人的吗？你看说什么北极村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去看北极光哇，这个应该是把它称呼叫做它是中国的北极村，最靠近北极的，我们把它称为叫北极村。其实并不是进来这里面极昼加上极光的特殊景观呢，能不能看得到当然呢，微乎其微啦因为夏至期间在北极村呢看不到极昼，它纬度还没有到所以呢这是一个重点虽然它在北纬53度呢，但是呢会出现纬度的要进入北纬66度里面，其实距离北极村还非常的遥远这样了解啦这样了解啦。所以呢，这是号称北极最接近的北极村，其实并不是进来这里面去看北极光，或者是去看什么极昼现象，它只是天黑的很晚可能到晚上11、12点，在夏季的时候它才天黑，绝对不会有完全太阳不下山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个重点。它是中国最北的，什么都是最北的，最北的邮局，它可能睡在炕里面等等，很多都具有它的特色，但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要导正观念我曾经有看过有人讲说呢，来这边看北极光哇，来这边呢看到太阳日不落啦来看过呢这个北极村的什么，你要去北极呢，中国的北极，不，这种是一种称呼，因为它距离中国距离
北极比较近的纬度就这里了哈，没有了，不代表这里拥有北极圈内所有一切的东西哦。这个东西希望大家要能够很清楚，但是它还是很有看头，因为很远了嘛。土菜馆，什么叫土菜？土菜其实就是当地菜的意思呢，我们称呼叫做当地菜啊，但是呢，他们叫土菜啊，因为呢，以前的农村菜都是哈。它在这边呢，其实算是很有魅力的，因为它光是称呼叫做中国最北的城市，尤其是把整个地方的名称呢，就把它改名叫北极村以后，哇天哪！我相信改这个名字是非常棒的哈，它最起码哈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哈，借由这中国最北神奇天象、极地冰雪等等的独特景观哈，使得北极村在中国的旅游魅力景点呢非常的强大哦。北纬53度，黑龙江省漠河县，中国唯一观测北极光最佳地点错了哈，观测不到的啊，很难呐，很难呐哈。在这个地方呢，唯一感受到最强烈的就是呢，它没有所谓的非常重的商业气息，多了一种乡土气息，空气新鲜，生态植被环境保护得很好，这是我最喜欢的原始，原始再原始哈。到了夏至来的时候呢，晚上11点，天都还没有暗哦，天空还是泛白的，像傍晚又像黎明。我们现在来到了北极村的家庭宾馆，很多人看了会不会认为说，哎呀，那里大这的所在呀，哦，这团回哦，一定俗的，做歹安喏，是不是这样想法的？千万别搞错了哈，千万别搞错了哈。旅游就是这样，来到地方的各式体验呢。我常讲啊，如果让小王摄影到的团体，你会发现了，我不是餐餐都拍，对呀，我也不是呢在下车门口旁边守护着你们从巴士上走下来。我觉得我常讲，旅游是这样，最自然的路径是我最喜欢的，所以往往很多人回来之后会发现，诶，你什么时候拍我？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捕捉到你最自然的一面，对吧？吃饭也是一样哈，很多菜色它不好，我还是拍，因为它独具特色，我就觉得它非常值得一拍。旅游是这样啊，旅游不是说你吃好多好，各位去红看哦，一直讲说你自己吃好住好哦，不是这样子的啊。旅游其实它不太一样哦，旅游的观念还是很强烈的哈。世界上各地稀奇古怪、特别的地方，我们都要看。哎呦，你看这是在种田哦，这是铺上去哦，这是做什么呢？这个这些的。看得出来了吗？因为这里的极地气候完全的不一样哦，所以在种植起来呢就不太一样。中国北纬的村落北极村，哇，中国最南的是在海南岛三亚北纬3度，中国最西的在新疆东京73度，中国最东的在哪？在乌苏镇乌苏里江，中国最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中国最北的纬度呢，在北纬53度，就在北极村。你去过了中国的4大东南西北，你去过了哪一个地方呢？
漠河北极村，当有一天中国跟俄罗斯他们交汇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但中国大北方啊，一直以来呢，好像都会跟俄罗斯啊，好像画上了一点关系。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啊，是北极村，来到了这个北极村宾馆啊，这变春天的春了哈。在中国用文字出现作为历史开端的历史标准学呢不太一样啊。中国人崇尚着祖先的信仰，俄国人信仰着东正教啊，所以俄罗斯走向的是西方主义意识形态啊。那俄罗斯跟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除了地形的关系之外呢，引起什么样的时代呢？什么样的原因呢？你把历史呢推回到蒙古人当时占领了俄罗斯与中国最早时候。俄罗斯当时通过的抵抗，保存了城邦的自治权，让俄国沙皇在那个时候反客为主，成为了欧洲蒙古各部落的白可汗，进而发动了向西南的领土扩张。所以呢，在当时中国在蒙古人的殖民统治下呢，人口反而大减。明朝的时候呢，领土龟缩到汉朝时代的格局，虽然当时他的疆土变到最大，而当时的彼得大帝与康熙皇帝呢，两个都是喜欢西方科技的人。彼得大帝是俄罗斯的人，他首先做的是消除俄罗斯身上的蒙古气息跟部落文化，这要归功于成吉思汗的时代哦。而当时呢，康熙呢对着俄国进行了全面的文化基因的改造，这个俄罗斯东西呢搭建了西方的文明基础。那当时呢，康熙在中国的康熙作为一个鞑靼征服者的皇帝，他对中国进行了文化的改造，推行了留发不留头的同化政策，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朝的那个辫子头啊。东征西讨的拉拢了回族跟西藏，组成了第一个中华联邦。但是当时呢，彼得大帝跟卡捷琳娜迅速的占领了当时的整个西伯利亚，就归属于俄罗斯，让满清这个来自西伯利亚的部落呢，错过了当时要继承蒙古人旧帝国的机会。你打开地图一看呢，你也发觉得上，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边境辽阔啊，接壤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哦。虽然后世代这个戈巴契夫跟邓小平呢都走向了西化的道路，但中国还是没有办法突破哦。这其实你要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哈。很多的原因，如果你要再谈，还可以谈得到呢。俄罗斯占领了这个西伯利亚哦，那俄罗斯如何看待他夺取中国远东地区领土的问题呢？这是一个呢很敏感的问题哦。现有俄罗斯的远东领土都是透过合法程式获得的哦，抢劫还有抢到合法的哦。因为在以前的时代啊，讲很简单哦，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哦。包含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俄边境条约呢，都是让俄罗斯合法取得了西伯利亚的领土。中国人对俄罗斯占领了中国领土的争议呢，仅仅只是历史的情感问题哦。所以你看哈，西伯利亚在当时对中国来讲那也很重要，不毛之地，荒漠的地方啊。但你们知道吗？很多人都说呢，现在的西伯利亚蕴含着很多的矿产。以前呢不毛之地呢，现在反而呢真正的资产呢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很多人说，那俄罗斯不管从东北边的这一个边境地方，一直到西伯利亚，如果西伯利亚是俄罗斯所强占的民主情感呢，还在那边挣扎的话，那今天的中俄关系不会那么好哦。所以呢，其实呢，俄罗斯跟中俄边境的条约呢，其实是中俄关系的基石啊，安定了北方的边界啊，这就是最大的重点哦。俄罗斯如果真的退出了西伯利亚地区，也意味着美国跟日本及韩国将会在当时进入的这个
地区所以中国跟俄罗斯的边境地方呢，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渊源跟牵扯中国人历代都不太习惯经营北方的领土，从东北的工业区的衰败跟内蒙地区土地沙漠化，你就可以清楚的知道，中国人对于北边这个内蒙古的所在呢，他们在经营上是很薄弱的，除非在那里让他发现了极大的物产跟物矿中国人就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搞手工业跟轻工业可以，搞重工业呢也很行，也不迟长。最能耐的呢，就是搞房地产在中国，你看房地产炒成这个样子但房地产呢，绝对炒不到北极村也炒不到东北这个地方所以呢，中国境库呢，跟俄罗斯一抵一来呢，他们呢相互的关系很好。你看俄罗斯当时侵占了中国的很多的领土但是呢，中国不吭声中国政府不希望俄罗斯这个北方大国呢失去了这块版图，因为呢，反而呢，你跟他吵这块领土呢，俄罗斯这么强大呢，弄起来呢反而更差而且呢，完全不一样而且俄罗斯还有求于中国中俄可以通过贸易达成互补性的经贸合作因为呢，俄罗斯爱请客中国的这个贸易跟也一寡物品有人讲中国跟俄罗斯是世仇，但是他们也忽略了一点中国跟俄罗斯呢也是世交意味着呢，在某方面的形态呢有天然的契合度西方人刻意的弱化了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文化共同性，认为呢中俄文化都具有浓厚的蒙古集权统一色彩，更贴切的来讲好像都有秦始皇的影子刻薄一点的去讲它呢，这两个国家的人都曾经是蒙古人的奴隶民族，真侪人不知道俄罗斯人曾经也是被蒙古人统治的。但是呢，当今天不让蒙古人统治的时候呢，你看看俄罗斯如何变成如此巨大的国家，你看看今天的中国，其实说实话，它还是变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完全不一样斯大林时代享受了相对的经济发展，民间对于改革呢并没有太高的热情叶尔钦时代的时候呢，整个国家都呈现了俄罗斯呈现了混乱，刚好呢让俄国人上了一堂经济学，所以呢，金麦普京也为了拨乱反正的领袖，树立了国家领袖的威信，所以让屌老公普京的一只手永远插口袋，是随时准备掏枪俄罗斯人从最谷底的经济看到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那这也就是后期的中国文化。你说这两个国家像不像中国第一次在近代史上体验了经济低迷的生活状况后来展现了共产主义最完整的生活方式，也现在让中国的经济爬了起来，你觉得呢？所以其实你很认真的去看中国跟俄罗斯有很多相像的关系，很多啦。俄罗斯的人口只有1亿多，中国有13亿多人呢，哇！你想想看，这两个土地边界合在一起的国家，然后呢有那么多的相像的过去，甚至也曾经让蒙古部落都统治过，这个就是他们两个国家非常大的渊源关系。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北极村，一江之隔，它就已经进入了俄罗斯。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特别用了这一段时间呢，来解释一下这两国之间的边境
层楼的那个，而且房子上面你仔细看有一个大锅接收器，那是他们的村长家。村长家。对，这边啊，这就在这位置。然后呢，再往左边看，红色房顶的那个尖尖的是他们的哨所。咱们的哨所在哪儿？咱们哨所在这儿，白色的。对，俄罗斯小村庄的哨所，他们这边红顶的那个房子。我吓死你！在这里。他们有2艘船。看到吗？这个景色是那个红色的屋顶，然后架秋饼遐有河边有无？有一个雨伞，他们的那个望远镜看得到有一个士兵。那知啊，就是俄罗斯啊，古人一辈子那边让你帮忙比打，看能不能看到？哦，那是一架游艇底下啦。过得去吗？其实当然过得去了啊，只是呢，你怎么过去啊？在中国北极的观光塔啊，这个北极的观光塔其实用意在哪啊？观望北极吗？其实你也观望不到，应该观望天象啊，不能进去拍啊。
只能在外面了，因为这个不是开放的景区啊，但是从外面可以看得到哈。中国极冷极北，有北极光出现的神秘漠河北极村吗？漠河北极村，中国最北方的一个小村，很多人说它是中国观赏北极光跟白夜盛景的最佳之处，但我一直强调这个观念必须纠正过来哈，绝对不是哈。那我刚前面有提到北极光何时能够看得到，在哪里看得到？进入北纬66度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北极光。所以代表什么？北极光其实呢，这个观念大家要有，北极光其实一直都有，但是北极光必须在极黑暗的地方，做黑暗的所在，你才有法度看到北极光。所以呢，现在人讲冬天，大家拢会使看到北极光，因为冬天你若进入北纬66度的时阵，差不多对10月份开始呢，暗时4点、3点的天黑啊，下早时差不多8点到9点差不多9点天才会光，一天下早伊的日头出来，可能4、5点、5点钟、6点钟，甚至它到了冬季末的冬至那一天，你敢知影？它有可能早上10点、11点才天亮，到下午3点它就天暗了。一天早上只有4个钟头是亮的，所以，但北极有极昼跟极夜的情况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北极光一定要在当天看，你才看得到。是安怎？暗时黑麻麻，你才看得到天顶的光啊。但是你若无等迄个时阵看，你若等春天4月份。9月份你要看，有可能，当然是有可能，但是几率几乎是只有1%啦啊，大部分都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因为它天亮的时间非常的早哦，伊可能下早时5点伊就天光啊，暗时到日头落山到12点1点伊日头到落山哦，这就是热天春天的时阵，所以这个时阵呢，天大部分不会全暗哦，都有一点亮亮的。你就完全看不到北极光哦，所以很多人对北极光概念是不是很清楚？会认为呢，北极光呢在夏天看得到，北极光要在夏天看到就拼了哈，有一点像奇迹出现了。你了解不？中国最北一家人，哎呦，你要进来对哈？这我跟你讲哈，像这种厝哈，有当时好好参观哈，有人感觉讲看这要创啥？我跟你讲。你踮台湾起厝是安怎起？咱台湾的换厝是安怎起？我甲你讲，到东北吼，我上喜欢看的是啥？看人的厝。你讲是安怎？因为呢，我要看嘛小港的啥？小港的厝，伫北方甲南方起来，就是完全无共款。它会号称中国最北的一家，就代表。这个房子就盖在中国土地最北的一个地方，看看它的房子怎么盖的。一般的墙壁根本就抵挡不了酷寒，所以你知道吗？只要在北方的房子呢，那个墙壁呢盖得非常非常的厚哦，大概是南方墙壁再多2倍左右的厚度，才有办法阻隔寒冷的气温对外口照入来。天安门弄这2站的中做真空都是为了要防范寒冷的空气跑进来。木头更不用讲啦，更有保暖的效用啦。夏至前后昼长夜短，所以当这个时阵下晡11点，暗时11点，跟你讲天个袂完全黑，这个时阵大家赶快农耕啊，赶快耕作啊。所以你说来到这个地方，哇，有没有很漂亮的大山大水 ？No， 你来这边看的东西呢截然不同。来这边看的是最天然的，在这一块零下会到冬天有零下40-50度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们是怎么在这种极冻的天气里面生活的？旅游是这样哈，你看遍世界的地方，你一定要了解如何看待中国东北最北边的一块土地。你安怎去想讲，这个人是安怎生活啊？你是活，他们家是安怎过日子啊？骑奥多摆啊！我跟你讲，这些奥多摆，我跟你100%保证啦！看他热天的骑真哦，
当天呢，油门弄我们吹落哦，像拢结冰嘛，直接用杀拢走的，拢比油门吹的较紧哦。而且你敢有想过哦？但这北边的所在零下30-40度，你敢知？你的汽车的水箱啊，拢是结冰的啊，你拢无法度甲发动起来哦。所以呢，但阿拉斯加因迄车吼，冬天零下30-40度的时阵，伊的车下骹拢有一条迄个延长线哦。这个插着呢，就插伫插头顶管啊，一直稍微用灯啊加温你的那个水箱的水。你有空哦，你有空到中国的东北冬天来看看啊，不是漠河啦，漠河真的太冷了啊，你到哈尔滨就好了啊。你会看到哈，你的巴士司机啊，你若下早7点出发，你会看到伊6点就出门啊，伊撒这个什么喷丁，你烘伊的水箱，像那因为设备不要先进嘛，不要先进的设备人啊，伊就撒这个喷丁啊，你烘伊的水箱，加热它的水箱，让水箱里面的水呢融化了，安尼了解无？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在金鸡之冠、天鹅之首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所以它是以龙头鸡尾这样的设计理念呢来打造的。那这个玉玺的四周啊，是古代的4大神兽。说中国在古代它是有4大神兽的，分别镇守了中国的4个方位啊。那分别呢，东面是青龙，西面呢是白虎。啊，和大家说。在鸡冠子最凸起的位置建有这样的玉玺，誉为官上加官。说我们不求官上加官了，但是我们要求一份平安。说此地的确是一块吉祥之宝地，吉祥之福地。那我们不远千里来到这边，一定要踏上这块吉祥的福地，踩一踩吉祥，纳一纳瑞福，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让大家再次拍拍照，很灵的，然后围绕着里面的金鸡之冠走上这么一圈，保平安的啊。那走好了，玉玺之下保平安，上面一圈啊，这代表官上在官。走好了之后，咱们这边走啊，会看到有什么呢？中俄的界碑。爬上去摸一摸，绝对声光。能爬上去吗？能。答对。北望的垭口广场是北极沙洲的一个景点，它一面在一个巨石上面写的中国北极点。你看啊，用一个印章的模式，你瞪过来，你打下来。中国的印章其实在另类来讲呢，又是一个我觉得是中国文化非常强烈的代表哦。在西方，章对他们来讲不算什么，签名才尊神哦，章可以伪造哦。但是在中国，章有时候比签名还要来得重要。这个章刻正方形的、刻圆形的，章里面的是什么？你是草书还是什么书？哦，都分得一清二楚哦。章要怎么盖？对呀，所以有时候觉得东西方文化还是很大的差异啦。哦，为何一个章它可以证明一切？老外呢认为章是可以倒刻的，所以他反而不信章。哇，这个很特别哈。金鸡之冠哦，有没有看到哈？你看这个章有多么的讲究啊！在这个巨石上面写的中国的北极点，经过精准的测量而设置的一个，在经纬度122、20、43、48，北纬53度，由3座变形的汉字北创意出来的不锈钢。这个最北边呢，它其实在更北的东北黑龙江主航道的边境上啊。
现在来到这个北边呢，你们正在一直走哦，一直看到的最左手边东西俄罗斯哦。刚刚看到了很多的石头堆叠在那边，那个也就是起伏啦反正在遥远的地方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北这个北看起来怎么这么像麻将的北啊来，在这里呢，北极村是不夜城在夏天冬至的时候呢，刚好相反暗时8点天光这个时候在。下晡2点天就暗嘛，在这种极夜的现象，再加上极冷的气候，当地的农民也只能过着呢冬眠的日子啦北极光是地球2极特有的自然景象，北极，总是令人充满了神秘的感觉。这是最北点，公路最北点，北极村。再来，这个是。再来一张再往这边站一站那个北，它有点偏了。黑龙江省的地图。再来整个中国的地图。这地图画在地上，给大家有个概念，我们现在的位置。所以呢。其实呢，因为没有大山大海，看到的呢是中国最北方的一个特殊的景象，最北方的一个农村生活，在这么荒漠的地方，人民如何生活下来三角的地方指的就是北极村的北方方向，你看它整个地方有没有画成了中国大陆的地图然后呢画了一个三角形，那个就是指的是中国最北方的北极村那当然，这个柱子就不用讲了，他们一定用经纬度的测量来测量出呢这个方向是前往巴西，那个地方是前往哪边这不一样那我们说到这个呢，我们也聊聊北极光。北极光是北极地区在极昼的时候，在极高层的大气中，电离的氧原子受到了刺激，它会发出一些淡蓝色、淡绿色、白色、紫蓝色等等，有一点色彩颜色的光被人家称为叫做北极光还没了解不所以北极光看起来五彩缤纷。中国最北边什么弄下里家那中国基北的北极村是中国唯一一个有机会看到北极光的地方，几乎没有人看过而且呢，很多人说呢，中国的北极村呢是在每年的夏至前后的7天呢，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到你说呢？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中国很多的对这个北极村的形容呢，那是都是不正确的北极光在很黑暗的地方你才看得到在很亮的时候看不到。你有时候在这边翻这边的人也会告诉你说有其实根本就看不到北极村原名叫做漠河村呢，它并不叫北极村
我找到北了，这个什么这个字不讲清楚还看不到哈。你看这个写的这一段字哈，北极村原名叫做漠河村，中国最北方的聚落，在1860年代清朝时期了啊，这个地方就有人居住了啊。那更早之前，当然这里就没有记载说有没有人居住了哦。那在1888年的时候呢，吉林知府呢李金庸奉命到了漠河开办金矿啊，就是呢欧吉嘛漠河村呢就进入了繁盛时期，因此呢，当时的北极村就变成了黄金之路。有看到我们怎么走都看得到跟俄罗斯边境接壤啊，它的哨站有没有？怎么走都看到旁边就是俄罗斯哈。那漠河距离北极村呢，其实呢还有90公里。漠河不是就是北极村哦。我们常讲漠河的北极村，对当地的人来讲，漠河跟北极村是两个无相同款的所在。那台湾的高雄到台南的到嘉义的哦，不只到台南哦。距离是很长的，但是呢，但中国这么大的土地，这个叫做隔壁村庄哦，90公里是隔壁村庄了啊。那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有没有啊？你整个都是海天一色啊，不，蓝天跟绿地一色啦，没有海啦哦。那北极村也是中国最北的乡镇啊，隶属于黑龙江的漠河县管辖。在现在的北极村里面呢，人口只有130多户，700多个人呢，不多哦。早期都是务农的，现在呢？已经都不务农了，现在都变成观光旅游发达了哦，所以这边的人呢，都是以观光旅游相关的事业为主呢。在这边呢，它也是中国最北的聚落，随意一个地方都可以说是中国最北端的、最北之家、最北邮局、最北小学、最北乡政府、最北的厕所、最北啊！我刚刚前面就有讲了啊。可是，在中国最北的北极村，除了北，好像北极村没有东南西北，是不是啊？你看不到东南西啊，只看得到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啊？还可以看得到中国最北的人民政府办公室，这里也是中国最北的北极乡人政府啊，北极乡民政府。中国最北的邮局，其实呢，邮局带给农村经济非常大的活动哦，而且在这个地方，邮差对这里家家户户都熟悉，才有办法呢。挨家挨户的去送信不然怎么送信呢？包括这里呢也有中国最北的中信学校哇，这个学校呢700多个人，还有一个学校在这边，尤其是冬天啊，是在户外上还是户内上啊？但是其实说真的呢，在这种地方生活久的人呢，根本就不怕冷，没惊寒。漠河北极是早期出产黄金的所在，嘛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边境的口岸。当家呢，各有设立了中国上北边的税务局。听讲今麦是中国地区税务单位的交代所在当地的税务局呢，常以开会来到了北极度假公司两边出差，官府、政府，这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在中国最北的兵哨站。也可以感受到当时边防军零下50度卡卫兵这要是在台湾呢，会说你虐兵，对不对在这边呢，什么到11月份呢，大部分都是零下50度了漫漫的长夜如何挨过？